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啊！昨天周一，由于马丁路德金生日啊，所以昨天美股休市。那么今天美股会继续开盘。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昨天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呢，影响到了比特币啊。那么比特币目前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道指本身啊正在接近前高，那么在前高附近呢，势必会有一个压力的存在啊。因此呢，比特币目前在美股没有出现新高之前，不容易反复的向高点冲击。那么回到比特币本身的行情当中。那对于比特币来说啊，目前依然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我们看到啊，比特币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日线级别上涨细优。我们是这样区分的啊，首先是1月11日的这根阳线呢，我们管它叫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它是一个突破性的阳线，悟空阳线代表着啊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突然出现了一根阳线。那么我们看到啊，1月11日的这根阳线呢，突破了9月份啊22年9月份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突破之后呢，出现了连续的上涨，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这3根阳线呢，依次突破了1440均线、1690均线啊，还有这个22年5月份波峰连线和这个195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啊。我们看到啊，19500美金是由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那么连续突破压力位之后啊，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优。那么很明显，当前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那在这样的上涨趋势当中，我们怎么看呢？因为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理论在这里面支撑着，所以呢，不看这个行情会走一个单边上涨啊，在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出一个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游。那么这个下跌细游呢，构成了一个回调动作、回踩动作。回踩动作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把时间级别敲到周线级别去看它下一个时间级别的上涨。那么周线级别上，在1月9日这周，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那周线级别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上涨细游，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顶到27000美金附近啊，27000到3万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啊，这也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同时呢也是一个压力位。那么有了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预期之外呢，我们看小日线级别它的调整。那目前行情当中，小日线级别调整没有完全结束，当前呢在高位上形成了一个矩形结构。那么矩形结构我们看到了多次在21000美金附近构成了波峰。那么多次构成波峰之后啊，是容易发生突破的。那么根据我们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只有行情出现4次等位置波峰之后，才容易发生突破。那么有了第一根高点之后，这个高点我认为会和第二个高点呢构成同一个波峰。那么目前行情当中就已经出现了3次波峰。那如果这3次波峰啊再次回打下来，回打到20500美金附近之后啊，再度上行，形成第4次波峰的话啊，容易发生突破性动作。同时啊，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这个位置上还容易走什么结构呢？还容易走一个回调动作。那这个回调呢，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小时线级别的回调。那么小时线级别回调就应该有标志性的阴线啊，标志性的阴线我们看这里啊，1月16日16点这里可以做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啊。前面行情当中这个1月14日17点这根阴线也可以被称为是标志性阴线，但是这2个标志性阴线呢都被上涨行情消灭掉了。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我们正在耐心等待的机会是啊，对于多头来说，等待底部位置抄底的机会是啊，在高位行情当中啊，在行情当中能够出现一个小日线级别的调整动作。那小日线级别调整动作，我们怎么看呢？它可能会有一个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完成它的小日线级别的调整。我们看到了本轮行情，它在高位上啊，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在焦点位置是在1月18日凌晨4点，也就是说在明天凌晨4点啊，到达这个焦点位非常关键的这个位置。那么还有机会啊，在这个焦点啊，我们认为的焦点呢，是一个有吸引力作用的基点啊，由这个基点有可能发生一轮调整啊，最终调整到2万美金附近啊，做出小日线级别的这个回调动作啊，下跌回调动作。那么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啊，我们看到接近啊这个三角形接近焦点位置附近这个位置发生突破，但是突破没有成功啊。为什么说这个位置突破还没有成功呢？因为它仍然在这个箱体的内部啊，所以呢还有机会啊，在这个接近焦点的时候啊，在焦点位附近做小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然后再反弹上来，继续它的周线级别的上涨行情啊。因为我们刚才讲解了，周线级别上目前已经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所以呢，在小日线级别调整之后呢，容易走这个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最终呢完成一轮非常成功的反弹。那么周线级别反弹在本轮行情当中，从69000美金附近啊，一直没有出现过。比特币的反弹呢，从
2021年11月份至今啊，它的最大的时间级别的反弹是日线级别的。我们看到了美股在前面行情当中已经连续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但是比特币啊，它的反弹始终处于弱势的日线级别之内的反弹。所以呢，这一轮的行情啊，如果出现周线级别反弹，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入场，同时呢，会有更多的人认为比特币的减产第4轮牛市将要到来。那么这轮行情，我们认为啊，它的原动力啊是在 Gala 这个代币上啊，因为我们在1月1日左右啊，就一直发现 Gala 啊一直在做动作，所以呢，我们要把 Gala 做一个系统性的分析。那么在这个代币上，我们看到了，首先1月6日它的阳线呢是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根阳线叫做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阳线和沙僧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对 Gala 来说，虽然最近几个交易日啊，它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调整，并没有创出一个新的高点，但是我们认为它的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游虽然涨了这么多了，仍然处在一个沙僧位啊。什么是沙僧位呢？沙僧位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所以呢沙僧位各种震荡各种调整，让我们非常容易在这个位置上出局。那么在这个行情上，我们看到啊，这波没有完整的没有走完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呢，已经在沙僧位附近突破了11440均线和169日均线啊。当天我就说了0.038你要做一个止损位，然后进场，如果能够站上的话啊，它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我们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目标位大概是在0.07美金，所以呢，一旦比特币继续横盘或者是持续的突破，那么 Gala 作为这轮行情的上涨的龙头，是非常有机会走出它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的。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啊，切换到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对于 Gala 来说，它已经在周线级别上走出什么了呢？走出了一个8阶阳线啊，悟空阳线走完了就走8阶阳线。那么五日均线啊，同时突破了10日均线啊，这里是周线级别的5日均线已经突破了10日均线，就有机会走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做出它应该走的领涨动作。那么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我们给出的目标位呢是在0.10之上。我们看到啊，目前来看啊，Gala 代币呢正处在一个非常密集的位于0.05美金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在这个筹码密集区这个位置上啊震荡啊，走这个沙僧日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啊，来回震荡之后呢，还是容易发动一轮突破的。只要能够突破0.06美金啊，它就证明会突破筹码密集区啊，证明它向上的趋势就会得以延续。我们看到啊，Gala 代币呢本身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代币啊，在之前的行情当中出现了2个周线级别的上涨阳线，这2个周线级别上涨阳线呢，上涨速度、上涨幅度非常大啊，是8倍以上的上涨幅度。那这样大的上涨幅度呢，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就完结了啊，就做出了一个完美的上涨就结束了。然后它做的调整呢，我们看到是4轮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对称性的调整啊，这里有4轮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那如此大幅下跌之后啊，这个 Gala 代币它的最大跌幅已经超过98%。啊，几乎归零之后啊，然后最近有非常多的利好集中在 Gala 身上啊，因此呢，我有相信啊，在这轮反弹行情当中，以 Gala 做龙头啊，它有机会走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最终到达我们的目标位0.01啊，这是它在最近一段行情当中非常有可能做出的动作啊。同时呢，你要设置一个止损啊，这个止损是在哪儿呢？我认为169均线就是一个非常可取的一个止损的位置，这个位置大概是在0.038附近啊。无论任何行情，包括你现货行情也好啊，合约也好，都要分仓进场，合理的设置止损，这样呢，你才能最终获得趋势上的利润，并且能够在保住大部分本金的情况下获得这样趋势上的利润。还有 SOL 也是我们最近关注的啊，这里面已经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啊，又单独走出了一个阳线，这可能是下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标志性 K 线啊。这个 K 线呢出现在1月14日，那么我们看到 SOL 是落后于 Gala 的，那 Gala 代币上目前已经突破了144、169，那么成功站上了一个支撑位啊，但是 SOL 这里面处在一个阻力区间，这个阻力区间呢是在25.6美金附近，如果进行突破的话，上面还有空间。同时把周线级别打开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周线级别上，它和 Gala 同样强势啊，走出了悟空阳线，走8阶阳线，目前正在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后面行情当中就有可能在突破30美金之后，走沙僧阳线和唐僧眼线啊，最终完成它的周线级别的超级大反弹。有非常多利空的 FTT 啊，在这轮行情当中表现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在币安的采访当中啊，也提到过 FTT 和 Luna C 啊，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它几乎是有了各种利空啊爆雷的一个平台币。
归零之后啊，最低点出现在0.8美金附近啊，这个位置上非常多利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但是我依然让大家去积极的去布局一些，因为这种币种呢非常容易出现浪子回头，就是因为一些好的消息刺激啊，这种归零币非常容易出现一个暴涨啊。同时呢 ，FTT Luna C 也是22年各位朋友非常关注的热点归零币啊，热点的归零币啊，因此呢，对它的一些布局，后面行情当中容易获得非常多的利润啊，所以呢，在整个1月啊，我都说对这个 FTT 啊要关注啊布局。那么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啊 FTT 的反弹幅度非常巨大啊，我们可以测量一下，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啊，反弹幅度2.5倍。那么这个行情当中，我们看到1月9日的这根阳线可以作为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有干扰性 K 线，也像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一个判断。1月9日出现悟空阳线之后，然后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目前它和 SOL 类似的是啊，和这个嘎啦类似的是啊，刚才以前说错了，和嘎啦类似的是目前处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再往上呢，就可能会走唐僧阳线。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注意到啊，FTT 由于它是归零币，所以呢，目前距离上方144均线、169均线的12美金非常遥远。当前价格距离这个位置有6倍空间，所以呢，对于这种币种的布局来说啊，它的利润空间大，同时呢也包含非常多的风险啊，因此在布局的时候尽量耐心等待它回调结束、调整结束，然后再布局。那么我认为 FTT 这种归零币啊，后面的行情当中是有机会走到12美金附近的，走到它之前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啊，这个附近啊，因此呢，对于当前的价格来说还是很便宜的。那么我们要耐心等什么呢？等它做出啊，目前已经做出了小日线级别回调了啊，这个小日线级别回调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啊、沙僧阴线、唐僧阴线。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啊，当前价格的位置上，你应该布局一个仓位，同时呢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1月17日8点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阴线，下方可能做的调整呢，就可能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洗油。那么4小时级别下跌洗油，我们同时要关注的是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筹码密集区，那么它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1.7美金附近啊。因此呢，当前行情多头趋势来了，你要有仓位啊，要有持币。同时呢，还要准备一些资金去抄底它的4小时级别的调整啊，4小时级别调整完成之后，它才容易出现一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啊。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还不能画出来它的完整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有仓位的同时，耐心等待它1.7美金附近补充下一个仓位啊。同时呢，这2个仓位啊，同时要设置一些止损啊，然后伴随它的上涨趋势啊，可能完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唐僧阳线，最终呢，它会完成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啊。那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啊。因此呢，当前行情熊末牛出这种时间点啊，要耐心的分仓布局，设置止损啊，把仓位要有，同时呢，要谨慎的考虑到它的回调动作。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个一键3连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